Hello，大家好，我是阿尊。这一集呢，我要来讲人作为群居动物的一种现象吧。OK，这样我们人是群居动物来的嘛？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啊，每天开车出门，在路上上学、上班、去买菜，做什么事情都好，我们都会接触到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呢，就难免会有冲突跟摩擦咯。尤其如果你驾车在路上，那塞车、挤的时候，哇，大家都有经验吧？即使是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同事之间，甚至是你的家人都好，都会有一些小打小闹啊，调侃来调侃去，或者吐槽啊、拌嘴啊。其实这也是人与人之间很重要的一种社交乐趣来的。当然啦，拿捏好就叫乐趣哦，拿捏不好就开始生气啊，然后大动肝火。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吵架的艺術咯。天下第一奇毒，幾時輪到你哋一日冚包散？應該係我哋唐家嘅含笑半步釘至啱。我要強調，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氣度跟敏感度的，有一些人的確是比較敏感的，這樣你就不要去責他，要尊重每個人的邊界。從一件小事說起啦，在一個課室裡，一個小孩就故意要把另一個小孩的鉛筆丟在地上，那另一個小孩就當然很生氣咯，就把對方推一下，這樣對方就哭了哦。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很熟悉欸？其實這就是孩子在學習社交的過程的一個機會吧。第一個孩子他也許是很無聊，然後他想要引起注意，然後第二個孩子呢，他鉛筆被人家丟在地上，他覺得自己被羞辱了。那麼兩個人呢都是情緒的反應，而不是用理性思考。小孩子嘛，所以這個就是很多爭吵的起點，沒有理性的，只有情緒而已。那麼如果我們單看這件事呢，其實就很單純了咯。處理好雙方的情緒，互相道歉，然後小孩子們很快就會玩在一起了。可能又會再衝突啦，又會吵架啦，然後又再和好咯，甚至有可能就成為一輩子的好朋友也說不定的。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這些小小事情呢，就被所謂的大人呢搞得很複雜。有一些恐龍家長呢就覺得被冒犯了。OK， 可能他孩子回去啊，就跟他父母 complain 啊，他父母講我的同學啊，這樣子來欺負我啊。你知道這小孩子講話就是有時候講一般一般的嘛，這樣這些家長聽了過後呢，就我的孩子被羞辱了，就等於我被羞辱了。我被羞辱就等於我全家祖宗都被羞辱了。OK， 他就於是要開始投訴老師啊，投訴學校啊，甚至要起訴老師啊，控告老師，控告對方的家長。這些人呢，可能他們就覺得他們的那種社會地位比人家高啊，就看不起這些教育工作者，非常的不尊重老師或者是學校的制度，覺得老師沒有辦法處理這些東西，就要我親自來處理，好像我比老師厲害。可能他們也誤會了說我有給學費啊，我就是客戶，我就有客戶的權益這樣的態度。當然我不知道個人情況是怎樣，不知道啦，我只是講一個很 general 的 OK， 大家不要來罵我 OK， 不要扯遠了。講回去那為什麼人會吵架呢？其實從心理層面來講說，是因為我們想要被理解，我們有訴求，不懂得怎麼表達，也可能因為我們感覺到我們的自尊呢，或者是我們的價值觀呢被挑戰。表面上看似為了一些小事情爭吵，可是其實深層裡我們只是想要被看見，然後被尊重。當我們生氣尤其火上頭的時候我們大腦裡的那個杏仁核就會接管了控制權，那麼我們理性就會暫時的關閉了咯。就是很多人講生氣到失去理智，就是這樣的情況。所以這時候呢，我們就會可能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尤其是夫妻之間、兄弟姐妹、好朋友也好，你講出一些不該講的話，就好像你把鐵釘釘在了那個木上面，就算之後你道歉了，拔走那個釘，還是會留下痕跡，還是會留下一個洞咯。所以吵架的藝術呢，第一步呢，你就是要觀察到自己正要失控的那一剎那吧。只要有0.01秒你可以停下來深呼吸一下，然後給自己3-5秒的時間沉默一下，那不是軟弱那個是非常強大的一種控制力量來的。OK， 說話我們要放慢，然後呢聲音要放低，
那往往是比你大吼大叫啊来得更有力量哦。OK， 接下来第2步呢，就要转换你的思维的模式了。不要说你从来都不听我讲，而是说当我被忽略时，我会感到很受伤。 OK， 多数的争吵呢，就是因为2个人都一直在讲，而没有人在真正的聆听。聆听呢，其实并不代表你要同意对方，其实只是要试着去理解。当对方感觉被理解的时候呢，防备就会放下了咯，这样才能够开始好好的说话，好好的沟通。其实每一场争吵呢，都是在提醒着我们，这什么东西会触动到我的这种愤怒的情绪呢？我是在乎些什么呢？我是在保护我的面子啦，我的尊严呢，我的观点呢，还是我渴望被爱呢，被关注了？所以除了原地爆炸啊、怒吼啊、发脾气啊，甚至动手，那么动手是绝对是错的哈。其实是还有很多方式呢，可以去表达你的不满或者是你这个诉求。就比如有一句开玩笑话啦，不要惹我咯，我生气的时候什么鬼都做得出。这样你要不要试看做一下糖醋排骨啊？所以我觉得呢，幽默呢是化解冲突的一个更高的境界啦。那么第3步呢，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了。这一句话呢是很有深意的，不是每一场争吵呢都是值得我们去消耗我们的这些精神啊、体力啊，吵架也很浪费精力的，知道吗？所以有些人呢，他并不是要跟你讲道理罢了，他只是想要赢。OK， 所以遇到这样的人呢，老夫子就讲哦，36计走为上计，就是不要理他咯，或者是逃走就好了。在社交媒体上就更容易了，你就 block 掉人家，unfriend unfollow 啊，各自安好，不必内耗。这样吵架呢，也好像切磋武功那样子呢，我们要点到为止就好，穷寇莫追，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呢，我们都要留有余地，才能够圆满。这个是一个做人的自然法则吧。当你就是年纪渐渐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很多东西不必要去追根究底，做人留有一线，就是日后好相见这个道理吧。最后，吵架是一门艺术咯，拿捏的好嘞，就是有力的表达你的诉求跟一个沟通的方式。拿捏的不好嘞，就会两败俱伤，可能还会伤及无辜，尤其是父母吵架啊，小孩子就遭殃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用理智跟清明去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冲突跟摩擦，这一些呢都是要从小就开始学习的一种 soft skills， 所以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环境，去让小孩子学习人与人之间的 social 社交行为吧。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家里兄弟姐妹也不多，而且父母都做工，不是在学校也好，在托儿所啊，就是你总要面对其他的小孩子、其他的人的。所以呢，我们从小就要培养一种可以冷静思考跟讲理的一种习惯吧，而不是动不动就是撒泼打滚啊，用情绪勒索来达到你要的目的。我们可以争论事情，但是不要带着仇恨。可以不同意，但是呢，不要出言不逊吧。这个才是真正成熟、有智慧的人。最终的和平呢，并不是说你要全世界都同意你，而是你可以在这些分歧当中找到平衡点，就是所谓的 agree to disagree。希望大家生气的时候不要去吵架啦，就去煮一煮糖醋排骨就好啦。